电影《世界真奇妙》正式上映。或许你在大片林立的档期中轻易错过了这个名字，但请记住，它绝对不是一部普通的商业片。由赵丽颖与尹昉主演，这部影片像一场沉入内心深处的梦境，用最不喧哗的方式，带来了最惊心动魄的精神探索。与其说它是一部电影，不如说是一面镜子，映照出我们灵魂中最隐秘的裂缝与光芒。影片最大的突破，在于它毫不妥协地进入了精神世界这一极具挑战性的领域。精神世界是思维与潜意识的交汇处，是人类感知之外却真实存在的维度。世界真奇妙用极具诗意的镜头语言，构筑起一个虚实交织的脑中宇宙。当赵丽颖饰演的贾小刀进入那片灰蓝色的幻境，观众也仿佛随着她的脚步踏入自己未被触及的情感迷宫。导演并未用炫目的科技特效堆叠，而是通过艺术化构图与虚拟空间的抽象符号，将科技虚构与情绪体验深度融合。电影中的虚拟空间不是外在的未来世界，而是内在意识的映射。它可以是冰封的海洋、漂浮的书页、无尽的走廊。在每一个超现实空间中，我们都看见角色被内心拉扯的轨迹。影片中的一大亮点是角色在精神世界中的人格较量设定。赵丽颖与尹昉不仅演绎了现实中的自己，也面对着被放大的另一个我，代表恐惧、渴望、悔恨与希望的心理投射。他们之间没有简单的对错，而是一场不断拉扯与和解的过程。人格的冲突正是心灵的风暴，带来深刻共鸣。世界真奇妙并未按照线性叙事展开，而是采用意识流手法，将过去、现在、幻想、现实打碎重组。这种先锋派的审美形式可能会让部分观众感到陌生甚至困惑，但正是这种非传统的结构，赋予了影片强烈的艺术张力，也让故事更贴近人类真实的心理体验。电影中不乏光影对比极强的画面语言，一边是金色阳光，一边是无边黑暗，或一边是温柔的蓝调，一边是冰冷的灰白。每一次光与暗的交错，不仅是镜头上的视觉冲击，更是人物内心情感交战的体现。导演用色彩讲述情绪，也让情绪成为观众最直观的感知。世界真奇妙中的每一个意象都不是无意义的点缀，从频繁出现的手表、楼梯、镜子，到象征重生的火焰、水，都在暗示人物的情感转折与成长历程。这些意象交错出现，仿佛一套待解的精神密码，等待观众在多次观影中逐渐破解。赵丽颖在本片中展现出极强的张力与层次感，她一改以往柔弱或坚毅的单一人设，化身复杂、摇摆却极负能量的贾小刀。她的每一次眼神变化，每一个微表情都让人心碎，仿佛他真的是在经历一场灵魂与灵魂之间的碰撞。这不仅是角色的升华，更是演员的突破。尹昉饰演的徐天，既是贾小刀的引路人，也是他命运的转折点。他身上有一种极强的模糊性，一方面理性冷静，另一方面却也深陷幻象与欲望。尹昉以极克制的方式传达角色的矛盾感，使观众在他的沉默与情绪崩溃中体会那种被现实与虚构撕裂的痛苦。影片中的现实空间是冷峻的，城市灰白，办公室逼仄，人与人之间的疏离感强烈。贾小刀与徐天的真实生活虽然看似平静，却充满了不被看见的痛苦。这种设定极具代入感，正如现实中我们也常常陷于麻木，只有在内心深处才真正触碰到自己。影片中的梦境场景层层叠叠，如同记忆迷宫，角色一再回到某个场景、某段旋律、某句对白，这种重复的设计令人不断质疑，这是回忆、幻想，还是某种时间的循环？导演用非线性的梦境逻辑，表现人类如何在过往与悔恨中挣扎、逃避与疗愈。虽然影片有大量抽象描绘，但本质上，它仍讲述一个关于爱的故事。贾小刀与徐天的关系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浪漫爱情，而是复杂的共鸣与对抗。两人既是彼此的镜子，又是彼此的敌人，他们在关系中拉扯、靠近又远离，
这种不稳定性恰恰是最真实的人际状态。在经历一系列心理冲击后，角色并没有突然转变或顿悟，而是缓慢地意识到，真正的成长是与内心的自己达成和解。这种意识觉醒，不是靠他人点拨，也不是情节推动，而是逐渐由心而生，是影片极其珍贵的部分。影片在声音设计上同样精妙，背景音乐常常低沉到你几乎感觉不到，但正是这种若有若无的氛围音乐，构建了强烈的心理张力。而一些突兀响起的鼓点，重复响起的低语，则如同潜意识中响起的警钟，将我们拉入角色的焦虑中。世界真奇妙的独特之处在于，它不是讲给你听的故事，而是要求你参与、推理、感受的一次心灵共振。导演没有提供标准答案，而是不断抛出问题，迫使观众直视内心。这种高度开放的结构，也让它成为一部因人而异的电影，每个人看到的、理解的都不同。在当下快节奏、公式化的影视市场中，这样一部不讨好市场的作品显得尤为珍贵。它拒绝爽感，却带来余韵；它不追求流量，却令人深思。这种精神探索的先锋性，代表了华语电影一种少见的勇气与高度。现代人被信息淹没，被焦虑包围，被社交关系困扰。世界真奇妙用电影构建一个心理庇护所，让我们暂时逃离现实，回到内心。这不仅是艺术的意义，更是社会的意义。或许我们都需要一场关于自我、关于记忆、关于情感的深度对话。世界真奇妙这部电影就像是通向另一个维度的大门，不是逃避现实的幻境，而是一场直面内心的旅程。在这个时代，我们习惯了快节奏、爽感刺激的叙事套路，却往往忽略了心灵深处真正的渴望，与自己对话，与情感对峙，与记忆和解。而这部电影正是为那些愿意停下来，认真思考我是谁，我为何痛苦，我究竟渴望什么的观众而生。它没有爽点堆砌的高潮，但每一帧画面都在拷问灵魂。它不靠狗血剧情取胜，却能让人从第一个画面开始沉入深深的共鸣之海。这正是世界真奇妙的奇妙之处，它打破我们对电影的固有理解，让观影不再是被动的看热闹，而是一场主动参与、深层感知的自我冒险。赵丽颖饰演的贾小刀，其实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投影。我们也曾在现实的压力中迷失方向，也曾在回忆中徘徊不前，也曾与自己心底的另一个我抗争挣扎。而当他在影片结尾终于学会直视内心，学会在痛苦中寻找成长，我们也仿佛获得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安慰和力量。这种成长不是外在的胜利，而是内在的自由。同时，本片的导演与编剧显然不满足于讲一个好故事，他们想创造的是一个能被体验的世界。他们赋予每一个象征以意义，赋予每一个静默以情绪，让电影不仅是一种叙述媒介，更是情绪的容器，是心理的延伸。这种艺术野心在华语影坛极其罕见。所以，如果你已经看完这部电影，请你静静回味其中那些熟悉却未被察觉的情绪。如果你还没看，请你放下对烧脑或文艺的偏见，走进这个真正属于人的内心的奇妙世界。你不一定会立刻理解它，但它一定会在你心中留下某种痕迹。场记版感谢你坚持看到这里。话语泡泡，如果你在电影中某一幕某一句话感受到了什么，请在评论区和我们分享你的故事，你的共鸣可能也会点亮别人的思考。暂别忘了点赞这期影片，订阅频道，我们将持续为你带来更多像世界真奇妙这样深刻又动人的作品解析。铃铛打开小铃铛，不错过每一次灵魂与光影交织的旅程。银河因为每个人的内心其实都有一片尚未被点亮的宇宙。让我们在下一部影片再次相遇。